但是呢，这是中美之间，至少他们都是大国对抗。所以呢，你看大国对抗的时候，中国大陆可以要求说，我跟你平等来看待。但是我们先看亚洲的美国盟友圈，我就形容说，这种用痛苦指数来看的话，亚洲朋友圈应该是痛苦指数都是最高的，因为这都是他们在过去4年拜登的抗中的第一线嘛。我们先看韩国，尹锡悦第一时间先急忙着先跟川普通上了电话，12分钟。我相信他们花了很大力气，把尹锡悦的那个电话号码放在川普的名单当中。不是花力气，是花钱。对啊，好，没错。那聊了12分钟，但是就能解决美韩之间的问题吗？因为尹锡悦现在自己是内外交迫，他对内民调已经降到了最低，然后已经危及到他们的执政党的一些其他的这些政治人物，所以他只好这个道歉，然后跟大家讲说都是因为自己的疏忽跟不稳，所以他太太的问题，其实呢，他用这种方式来处理。好。那再来看到的是日本石破茂呢，现在就急着表态说，希望能够像安倍一样，然后呢，在川普上任之前，可以先飞一趟纽约也好，或者是佛罗里达州也好，先跟川普见个面，能不能够安排得到？当然很重要，下个礼拜日本的国会就要进行这一次的国会改选之后的首相选举。那石破茂要寻求连任，可是他会是一个弱势的总理，这影响会是如何？我最后看一下菲律宾，菲律宾呢现在这边就不断对外强调说，大家放心，这个美菲同盟不会有任何的改变。好，所以我们来看亚洲第一线，韩国、日本、菲律宾，他们可能出现什么样的变化影响？变化都很大，要不然他们不会这么恐惧嘛。我想，就真正做过美国盟友的国家才知道美国有多霸道，美国有那个支配性格有多强。这个我想这个民进党政府啊，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他们这些负责人都不晓得美国的支配性跟美国的那种霸道到什么程度。可能知道，但是无所适从吧。那知道的话，林佳龙就不会讲这句话。林佳龙这句话，他不晓得是从哪里来的，他哪里来灵感？他说让美国再次伟大，不能没有台湾。这句话是威胁啊，这个不是自我提高啊，在这个国际政治上，这就是威胁美国。意思就是说我虽然不能成事啊，可是我败事有余。这样子的人做外长，讲这样子的话，这就是已经像拜登已经像川普已经怎么样警告川普了。他会不会觉得他自己这样叫做不卑不亢？然后其结果是反而得罪了川普。这就是他的无知啊！这无知的人他会讲出这种无知的话。你看别的国家对美国措辞的时候多谨慎，只有我们这位这不要从哪里冒出来的外长讲的这种话去威胁美国。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真的日本跟这个韩国来讲，他都知道他的问题很大，菲律宾也会很大，所以他们都是由他的这些最高负责人来负责对美国沟通。那这些话是非常重要的，不会像现在这个林佳龙这样乱讲话，这样子招灾招难的这种方式的讲话。那韩国来讲的话，第一个问题就变成就是川普时代已经把这个驻韩美军的费用从10亿美金谈到100亿美金了，已经这个谈好的 deal。可是川普很扼腕，就是因为到了这个拜登他又放弃了。川普认为是他一大成就那这个川普回来一定是就是100亿嘛。你现在你韩国100亿起跳，就是100亿当初谈好的那个 deal 就是100亿，那你就回复。另外，美韩自由贸易协定的时候，川普说重谈了。川普说，我那时候拿了很多我们签的贸易协定的时候，我只有一个感想，就签这个案子去跟人家外国政府签这个条约的人，第一个他是 corrupt， 他怎么样？他是腐败的，他被收买了里通国外。第二个就是说他是白痴，只有2个。所以当时美韩自由贸易已经改写一遍了，可是呢，美国跟韩国的贸易问题，这种造成美国贸易逆差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所以贸易上还是有很多问题。所以韩国正在怎么样？这个很严肃的面对，不敢随便乱讲话。日本是一样的，石破茂还有一个他本人的问题，就变成石破茂强调是美日平起平坐，对不对？恢复日本的独立国家。那从我们眼光看，日本既不独立也不自由对不对？这个是他上面有一个老板
哪有一个国家他的老板是外国人，是一个外国的？所以日本既不独立，也不自由。那这个既不独立也不自由的症结是美国的原因，所以石破茂是代表是挑战这个安保体制，跟这个战后美日关系这个体制的。那问题是什么呢？就变成安倍从来不去挑战美国，安倍是挑战中国大陆。对，安倍从来讲，那安倍有个好朋友叫麻生太郎，现在麻生是我想就麻生一定在尽一切力量把石破茂除掉。那麻生你不要忘记啊，他半年前就到纽约啊。对，半年前岸田文雄跟拜登见面的时候，麻生却是跑去跟川普见面，而且是到他的川普 Tower 啊。对，哇，下来两个人那个表情真的是我想如果从川普角度来看他说安倍是一个好人，对不对？陪我打高尔夫球，摔到沙坑里面滚了一圈以后还小跑步赶上来。没错。那麻生呢？跟安倍有一次也差不多了那可是你石破茂是什么？所以石破茂现在紧张因为他要保卫他自己的，所以除了日本的利益，还有他个人的利益。万一麻生去操作，然后不要让石破接首相，可能性会存在吗？当然存在日本的政治斗争都是这样，世界各国的政治斗争都是这样麻生当然是要把你石破拉下来的。对不对？他要把这个高速扫描放上去那所以就变成就是说，石破去要急着见这个川普，我想就是表忠嘛，对，就关起门来表忠。那么这个另外一方抵制这个麻生派在这个方面去找这个川普那边在里面做暗地的功夫，让美国对石破茂产生敌意，让他的继续担任首相职位出现美国的反抗的力量。美国讲几句话他就下了。美国对这些所有他美国对日本的影响力之大，真的就跟对德国一样。美国对德国跟日本的影响，不是只掌握政治，而且是掌握他的社会人心。美国对德国跟日本这两个二战时候的最强的对手，他过去的努力不只是掌握你政治机构，是掌握你老百姓脑袋中心。所以呢，这是美国真正掌握这两个国家最厉害，他掌握你的人民的这个想法，然后他把你价值洗脑。最近我看这个 DW 这个 Deutsche 这个德国之音，那个年轻的德国的这些专家，那对美国那个幻想还是极为大的对，因为他已经把根深蒂固认为美国就是他的组织不过德国也是本来就亲美的，德国之声非常亲美，他那个讲法你有兴趣看，基本上就是说他的心态上，美国就是他的组织。等一下，我们德国现在也是这个问题。我们等一下会谈欧盟还有德国，因为德国最新的就是他执政联盟现在就是一部分的瓦解了，自民党已经离开了，现在只剩下社民党，然后跟他的绿党。不过我们这边还是看一下韩国、日本跟菲律宾。阿亮，你怎么去看亚洲抗中第一线？在拜登时期的时候，其实是从拜登的角度来讲，觉得是他一大成就，美日韩同盟然后呢，菲律宾拉过来了之后呢，美日菲合作，然后同时菲律宾还可以跟韩国合作。当然，这里面呢，台湾其实也是第一线，但是我们刚刚在中美台当中其实已经看到了。那日韩菲现在在新川普时期，川普2.0会出现什么变化？我觉得川普会去先算贸易顺差啦。我刚查了一下，日本去年对美国贸易顺差597亿美元，韩国444亿美元，台湾308亿美元，越南1000亿美元，所以他先处理这个啦。那他对吕宋经济走廊不会有兴趣了。没错，反正只要这种多边的啦，都拜登起个头嘛，说把日本拉进来，把台湾拉进去这个川普一点兴趣都没有了。所以你觉得现在美国压迫我们去投资吕宋经济走廊这个案子会戛然而止？会戛然而止，因为他没那么大的，他不会分心我跟你讲，你不要低估另外一件事了，川普是有报仇计划的，所以他搞不好会把他的内政搞得，我们也不要讲说这个他早上只有重建美国经济这个面，他事实上也有政治报仇这个面因为 Politico 已经登出他的名单我认为多多少少是真的啦
这个司法部 FBI 一定用他的亲信掌握，联邦检察官全面换掉。那第一个就去斗纽约的联邦法院，很多法官一定会很惨啊。然后政治对手列第一名就是拜登，第二名贺锦丽，接下来克林顿，然后就是克林顿是指那个希拉蕊，奥巴马，然后还有佩洛西，全部都在名单上。佩洛西那个太容易处理了嘛，你老公没有内线交易吗？就因为民主党这次对川普的压迫太过分了，你从一个封口费的案可以扯出34项重罪，这个真的太过分了啊！这我研究美国政治没有看过这样搞人。这也是为什么虽然川普被起诉啦，或甚至被判刑，可是美国民众对这件事情似乎置之不理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且我跟你讲，川普这次的选举，用台湾的话来讲叫做当选过关，落选被关啊，他是真的落选会坐牢的啊，所以我难以想象他不去报仇。那可是你面对的是民主党这几大家族啊，我认为那个斗争会非常惨烈。它里面的名单还有祖克伯所以你觉得亚洲的盟友或者欧洲的盟友先不急，他内部的敌人可能更可怕。本来就是啊，而且他现在看到了对外的目标就是贸易顺差。还有俄罗斯啦，我认为他只看到这2个啦，其他都不在他眼里啦。对中国来讲，他看到的也是有贸易顺差，初步啦。因为地缘政治，美国跟中国现在并没有明显的急迫的矛盾嘛，并没有啊。所以我认为这3个议题就够他搞了。第1年呢，就是对内政治报仇啊，然后贸易顺差，你们要买美国啊，那。第3个就是俄乌战争，我认为这个就够他搞了啦。所以我们不用帮他想太多啦。好。呀